男人自从下了飞机就疯狂地喷口水，整个人就像高压枪一样。而他乘坐过的飞机更加诡异，原本3个小时的航行，飞机居然在空中飞了整整5年。然而更离奇的是，飞机上的所有乘客都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都只认为是3个小时的普通航行。但乘客的家人都以为他们已经遭遇不测。可当机长联系塔台准备请求降落时，却不曾想，当地面人员听到是828航班后，直接吓傻了塔台的工作人员。在和机长反复确认数千次后，地面这才批准飞机降落。不过却降落在了一个偏僻的备用机场。当乘客们下了飞机后，迎接他们的不是家人，而是大批的警察和记者。乘客们看到这番场景也是慌张不已，纷纷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一个光头警探站出来说 The problem, ladies and gentlemen, is your plane departed Montego Bay, Jamaica on April 7, 2013. Today is November 4th, 2018. 警探的这番话直接让众人怀疑人生，他们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才仅仅过去了3个小时，怎么下了飞机就过去了5年？于是为了调查清楚原因，光头警探扣留了这架飞机以及飞机上的所有人员，并对乘客逐个进行询问调查，可得到的回答却都是一致的，飞机上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只是在途中遭遇了一次强烈气流，机舱内一片黑暗，机身也在不停地抖动着，但没过一会就恢复了正常，甚至还对飞机上的所有物品进行了检查，可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无奈之下，警探只好释放乘客和家人们团聚。虽然飞机上的人只经历了3个小时，但家属们却足足等待了5年半。而这期间，许多人和事早已变得物是人非。7岁的女儿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本来是龙凤胎的姐弟，这下也拉开了差距。原本是警察的凯拉也再次见到成熟许多的男友，可看到她手上的戒指，才明白她竟然和自己的闺蜜结了婚。这一切的变故让她不知所措。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得了白血病的侄子，本来她只剩6个月的时间，经过5年的科技发展，现在有了新的治疗方案，或许可以治愈。与此同时，调查组还在继续检查飞机，他们想要查明真相，为什么飞机能在天上飞5年，而所有乘客却没有任何变化？究竟是意外穿越了时空，还是别的原因？这些诡异的问题能否得到答案？ Slow down now! How'd you see him coming? Lady, how the hell? 脑海里的声音救了男孩一命，但凯拉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自从他下了那架在天上飞了5年的飞机后，这种怪异的声音经常闪现在脑海中。这天凯拉跑步路过一个院子时，脑中又传来了那个声音。凯拉看到院子里只有2条狗，便并没有在意，接着就跑步离开了。到了晚上睡着后，脑中的声音再次响起，依旧重复着同样的话，放了他们。他来到白天路过的院子外，这时哥哥本开着车也来了。因为本和凯拉坐了同一趟航班，他的脑中也经常出现同样的声音，于是兄妹2人私自把狗放了出来。第二天，警察杰哥就接到举报，监控清楚地拍到了2人放狗的画面。由于杰哥是凯拉的前男友，所以他只是找到凯拉简单的训斥了一番，随后带着他一起来还狗。而这时凯拉脑海中再次响起那个奇怪的声音，他无法抗拒声音，只能按照声音的指引来到院子内。在经过一番寻找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处上了锁的门上，二话没说，抄起铁棍就砸开了门锁。当他打开门一看，里面竟然是失踪已久的2个少女。这时狗主人见事情败露，抄起铁棒就砸向杰哥，还好凯拉及时提醒，这才躲了过去。随后迅速控制住了狗主人，成功破获少女绑架案，这让凯拉也顺利官复原职。领导通知他明天就可以回到警局工作。然而没过多久，凯拉脑中又收到呼唤，这一次不光是他和哥哥本，那趟航班上的所有人都仿佛受到指引，不约而同的来到了机场。可就在众人聚集在一起时，828航班却离奇的发生了爆炸，在场的所有人又再次被进行调查，但众人的说法全都一致，声称自己是受到指引才来到了机场。结果刚到飞机就发生了爆炸，监控也显示他们的确没有靠近飞机。询问无果后只能放人，但负责人警告道，这件事有关于国家安全，要求他们不得向任何人透露。然而对于他们20个人来说，这一切才刚刚开始。消失了5年的飞机突然再次出现，可就在调查组准备将其拆解研究时，神秘的828航班却诡异的自爆。然而没过多久，1名乘客在家离奇被杀，警方调查后暂定为入室劫杀案。表面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个案件，但背后的真相却令人细思极恐。死者名叫小丽，自从回来后就活跃在各大媒体上，声称自己知道了828航班的真相，但结果当晚就遭到了杀害，仿佛冥冥之中有一股神秘力量在隐藏着828的秘密。凯拉和哥哥本看到新闻后瞬间感到后背发凉，于是他们赶到案发现场，找到小丽的丈夫。据他描述，自从小丽回来后行为十分怪异，仿佛变了个人一样，电话24小时响个不停，还曾劝说他不要接受采访，可他却回答说自己受到了召唤，必须要那样做，并且还从家里佣人的口中得知，家门口24小时都有黑色商务车。就在兄妹俩一头雾水时，侄子卡尔的主治医生发现了异常。医生小美也是828航班的乘客，
他在自己和卡尔的血液中发现一种特殊的蛋白物质，这种物质正常人不会有，只有接近死亡后又被救回来的人才会有这种物质。小美怀疑828航班的所有乘客都有这个。要想求证的话，可以提取脑部组织检验。他们想到被害的小丽，但国安局的人接手后，登记的系统里根本没有她的尸体。他们怀疑小丽的尸体被藏了起来。就在凯拉开车回家的途中，却意外发生了碰撞。当凯拉想查看对方有没有受伤时，却有了惊人的发现。一切真相大白，死者小丽是被家里佣人所杀。原来在小丽消失的5年里，佣人把丈夫照顾得很好，于是慢慢把自己当做了女主人，而她也很享受这种生活。她觉得小丽回来夺走了她的一切，然而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凯拉和小美两人眼中常常闪过一个全身发黑的女人，她就像一个雕塑一样，仿佛在指引或暗示着什么。凯拉与小杰在外执行任务时，下一秒，一个长着翅膀的黑影出现在凯拉眼前，还没等凯拉反应过来，黑影又闪到车窗边。凯拉意识到这是与之前一样的呼唤，里面的卧底警察可能有危险。不明所以的小杰还是听从了凯拉，提前下令破门行动，可结果却是一个大写的尴尬。里面卧底并没事，但他们提前闯进却暴露了卧底的身份。事后，小杰主动背锅接受上级的训斥与调查。凯拉感到非常的内疚，他不敢告诉小杰事情，担心给他带去危险。凯拉只能沮丧地找本哥倾诉，并询问他有没有看到过这种黑影。本哥表示最近他一切正常，不过他听说医生小薇也见过，建议凯拉可以找他交流下。此时的小薇正受黑影人的困扰，开始以为是自己眼花，但地上的一片水脚印又引起他注意，回头看去，小薇被吓得一激灵，她循着水脚印来到一间病房门口，一个黑人小哥突然冲了出来。小黑被赶来的医生撂倒，但他提到空姐与航班，让小薇意识到这与828航班有关联。小薇找到黑人空姐，从她口中得知，原来小黑也在828航班上，是在黑姐帮助下的一名偷渡客。他现在也时常出现幻觉，被当作精神分裂在医院治疗。如果被发现偷渡身份，他将会很危险。小薇和黑姐打算救他出来。与此同时，国安局通过航班上的指纹调查出小黑，已经发现他是偷渡者的身份。国安局一直苦恼航班事件没有研究对象，航班上的人不是有家有室就是有背景，眼前偷渡者小黑或许是个契机。而这时，医院的小黑却逃走失踪了，国安局的人扑了个空。小薇在地上又看到那水脚印，带着黑姐沿着脚印追寻，在路口刚好遇见来找小薇的凯拉。在车上，小薇和凯拉研究起黑影人的事，一个像天使一样的雕像，宛如立在水中。后排的黑姐想起水之天使毕士达喷泉上的雕像。She has wings and water at her feet. She's a big part of Angels in America, Leo's favorite play. 三人迅速赶到水之天使的雕像前，果然在这里找到出逃的小黑。凯拉这才反应过来，天使的指引不是让他救卧底，而是小黑。为了避免小黑被抓，凯拉将他藏到废弃的锅炉房，而这一切都是神秘的指引。这种指引到底是对还是错误呢？小男孩卡尔真的太惨了。身患绝症白血病的他，又莫名高烧近40度1天1夜，全身检查都找不出发烧原因，药物退烧也毫无效果，再这样下去将会威胁他的生命。医生告知唯一选择就是打抗生素，但本来有希望治愈的白血病，会因为打了抗生素后毫无希望。左右两难的选择让父母备受煎熬，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小卡尔的症状此时又加重，喃喃自语着陌生的语言。小薇记起在航班上遇到的一个人，说的也是这个语言。Sorry, I only speak English. 本哥意识到儿子的高烧不退或许与航班事件有关，他拿出之前整理的航班乘客资料，小薇一眼认出了他。他叫小马，是个东欧人。奇怪的是，自从下了飞机，再也找不到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所幸小薇又想起一人，一个坐在自己后排的女人。她当时给小马填过一张单子，或许她能知道些信息。随后凯拉找到这位女士，据她所说，下飞机后亲眼看见小马上了政府管制的大巴，官方消息却说她是自己走出了机场。凯拉回到警局查询行动记录，警局当日护送了4辆大巴出机场。女士表示明明有5辆大巴车，查询新闻资料后确实如她所说，小马上了第5辆车，这辆车总共有11人，他们不是外国人就是没有在世亲属的孤寡人。简单来说，他们的消失没人会在意，同时也是最好的实验对象。凯拉通过职务之便找出第5辆大巴的行踪，他带着小杰来到路线排查，不久就发现一个可疑的农场，不仅有无人机监控，还有荷枪实弹的警卫。他们的停留很快引起注意，警卫前来驱赶2人。为了不打草惊蛇，2人驾车缓缓驶离。离开前，凯拉发现农场旁有个红门房子，一个金发女人正被带进屋内，而金发女子正是航班乘客之一。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来不及细想，凯拉匆匆拍下照片后离开。看到照片的本哥救子心切，直接来到国安局质问光头为何撒谎，要带走第5辆大巴上的11人。光头被问的一愣，表示他们也不知道有第5辆大巴，更不知道带走了11人。与此同时，医院的小卡尔病情又加重，心跳加速，身体不停抽搐。而在另一个神秘的地方，东欧人小马也出现同样的症状，与小马一同消失的11人究竟遭遇了什么？光头局长的话真的可信吗？心急如焚的母亲想要立即使用抗生素，但医生小薇说用完抗生素后，卡尔的白血病治疗方案就会失效，最终说服了母亲。幸好另一端试验终于停止，卡尔的症状也随即缓解消失。与此同时，光头局长根据本哥提供的线索，将信将疑的来到了农场红门，然而里面什么都没有。
但光头在地上还是发现了东西。看来这里的人察觉被发现已人去楼空。凯拉通过农场所有权调查到 UDS 公司，这是一家多产业化的大公司，与政府签订过许多合同。机场接乘客的大巴也是通过这家公司签订的合同。难道他就是11名乘客失踪的元凶吗？虽然卡尔已恢复了正常，但他能感应到有不好的事要发生。think something bad's gonna happen to him and me. 本哥明白，要想解决儿子背后潜在的威胁，需要深入虎穴查明真相。他成功应聘上该公司的一个小职位，可他的权限太低，公司系统里很多重要文件无法浏览。他故意弄坏自己的工作卡，导致无法打开安全门。热心肠的上级把卡借给了本哥，成功获得权限浏览机密文件，其中一个 SP 项目的加密文件无法进入。看来这是一个重要文件，虽然打不开 SP 项目，但本哥找到了 SP 项目的相关人克拉克。这个女人可不简单，之前研究过人与人同感同受实验，之后转攻心灵领域，结果大放异彩，到处开讲座。更重要的是，她也在828航班上。为了了解真相，本哥来到她的讲课，可听完后也毫无发现，对方反而认出了他们。本哥直接摊牌质问他，为什么要抓走11名乘客进行试验？克拉克被问得一脸懵，表示他没参与过这个项目，只是有一家机构资助过他进行研究。这个组织的名字叫起点计划，缩写正是 SP。看来克拉克是被人利用而已，本哥还是得想办法拿到 SP 的项目文件。他故意接近技术部高层人员，混熟了后上班给他端杯咖啡，不小心打翻在他身上。趁着对方去换衣服的空档，本哥从他电脑成功拷贝出 SP 的资料，可下班时却傻眼了，出去竟然要检查。本哥向侧门走去，不料却转角遇见光头。原来光头局长一直在监视本哥。You can either hand over the flash drive or you can be under arrest. 本哥只得乖乖把 U 盘交给他。沮丧的本哥回到家和儿子提起这事。 He's not a bad guy, Dad. You're not anymore. 果然，光头拿到 U 盘后，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想秘密调查背后隐藏的组织。光头一把夺过本哥的手机，哐当两脚，手机被踩得稀巴烂。他这是要闹哪样？昨天抢 U 盘，今天踩手机，还好光头及时解释。原来光头局长察觉身边有间谍，本哥的手机已被监视。光头拿到 U 盘后，并没告诉身边的人，他解读了 U 盘里面的内容，但都是一些医学数据，根本没有实验室的位置。他想与本哥合作，坦诚的把 U 盘拿了出来，并给了本哥一个加密的老年机，有消息就用这个手机联系他。而另一边，凯拉正在处理一起跳楼案，一名男子站在楼顶边缘，嘴里神神叨叨的念着什么。原来他也是828航班乘客。凯拉努力安抚他情绪，想将他拉回，不料对方去意已决，纵身一跃摔死在楼下。经过调查得知，男子也时常听到召唤。他和朋友提起此事，并告诉朋友曾经预测到过828航班会自爆，随后2个朋友却离奇的意外死亡。为此他万分自责，认为是自己害死了朋友，于是他选择自我了结。得知真相的凯拉心有余悸，他想与小杰保持一些距离，但自从凯拉回来后，小杰时时在关注着他。虽然已经和凯拉闺蜜成婚，他心里最爱的还是凯拉，而凯拉也只能将爱藏在心底，三人的关系难以处理。与此同时，本哥仔细研究起 U 盘里面的数据，果然都是一些脑电波和心跳计表。本哥也看不懂这些代表什么，但他想到了一个人，克拉克，他是这方面的教授，不一会就听出了个大概。 Professor? Oh my God, the fools. They're trying to artificially replicate them. How? Electrocortical stimulation. I used it on rats, trying to connect the brainwaves of multiple subjects. Most of them died in the process. What Singularity's doing is wildly theoretical and dangerous. 这个试验正是利用了他的研究，克拉克也想找出背后的人，于是他来到赞助他的起点机构，趁机在 CEO 办公室装了一个耳机，而本哥故意在公共网络查询 SP 试验的敏感词汇。果然那边的 CEO 坐不住啊，克拉克一离开，他就拿起电话打给了幕后黑手。 Somebody did a search network-wide. J.P. Williams in the accounting firm. Experiments and Flight 828. It worked. We've already moved to Brooklyn. All 11 to clean. Thank you, Major. 光头和本哥终于得到了想要的信息，对方称之为少校，到底是哪个少校呢？消失的11人被转移到布鲁克林实验室，而布鲁克林太过广泛，要想得到准确地址，本哥还要下功夫。晚上他用上级的门禁卡，偷偷的潜回公司总部，在众多资料中找出有关布鲁克林试验的地址。而在另一边，小马被绑在实验床上，新一轮的试验即将开始。心急如焚的本哥确认试验地址后，就要前去解除儿子背后的威胁。光头局长还想再等待时机，可下一秒。 这一次试验，他们持续增加电压，一直增加到80%后，828航班所有乘客都表现得异常痛苦。时间紧迫，光头局长明白不能再等了，迅速组织一个战术小队来到调查到的试验地址。当他们冲进来时，里面却空空如也，什么人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调查的线索有误吗？就在所有人都理不清头绪时，小卡尔却突然跑来。 They're right here. 原来小卡尔收到召唤画下的这幅画，众人在2棵树中间果然找到暗道，顺着入口穿过一条狭长的隧道，里面豁然开朗。实验室果然就在这里，门口有警卫守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里面的实验人员很快就做出手，销毁所有仪器和证据，放了一把火后从侧门逃离。外面一番激战后，众人终于冲进了实验室。光头与小杰前去追捕实验人员，本哥几人留下解救受害人。实验室这时火光四起。 救出所有受害人后，本哥一行人向着出口走去。凯拉见小杰还没出来，准备去接应时，
爆炸的气流将凯拉震飞，幸好没什么大碍。凯拉让本哥带着卡尔先回去，他则回去找小杰。然而一切已经晚了，光头局长一命呜呼，小杰也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凯拉悲痛不已，认为是自己连累了他。幸好没过几天，小杰苏醒过来，事情终于告一段落。虽然试验基地已被捣毁，但幕后黑手随时会卷土重来。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凯拉兄妹俩把能联系到的828航班乘客全部集中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然而没过多久，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几名劫匪抢了7500万美刀，准备逃离时，一名劫匪袭击了另2名同伙，独自带着赃款而逃，可能是遭到暴力，中途遇到车祸，连人带车一起冲进了河里。经过3天的打捞，汽车终于被吊上岸。大家猜测，经过长时间浸泡，劫匪尸体肯定惨不忍睹。然而当凯拉打开车门时，大胡子被送往医院，检查后并没有溺水现象。从他掉入河里到被救起，中间刚好是82小时8分钟，这与828航班有关联吗？醒来后的男子异常激动，嘴里不停喊叫着。大胡子的话让凯拉意识到，这可能是与828航班事件一样的召唤。凯拉没来得及问清楚，就被医生请出了急救室。如果真的如他所说有一场爆炸，那将会威胁很多无辜生命。没多久，大胡子清醒过来，凯拉焦急地等在身边询问召唤内容。大胡子一开始不明白所谓的召唤，凯拉解释一通后，一下让他眼睛放光，这不相当于是超能力吗？善良的凯拉还是低估了罪犯的心机，无论怎么问就是不说位置。大胡子觉得自己得到了免死金牌，他要用爆炸位置换取自由身。要知道，大胡子可是十恶不赦的抢劫杀人犯，如果不明不白的放走了，一定会引起民众的不满。为了说服大胡子，凯拉几经调查他的过往，用他软肋3番5次的劝说。就在刚有进展，大胡子快要松口时，政府和佛伯勒却等不及了。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万一真的爆炸了，谁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于是同意了大胡子的条件，一旦解除炸弹就还他自由身。达成交易后，警察在闹市的小摊中果然找到炸弹，危机解除了，大胡子如愿获得了自由，并且一跃成为民众的英雄。媒体也争相报道他的事迹，杀人犯变成英雄，多么可笑啊！大胡子得意洋洋坐车离去的一刻 Stop him. Stop. Stop. 828航班乘客脑中同时受到召唤，望着离去的大胡子，凯拉明白这是放虎归山。大胡子此时名气大涨，准备前往电视台接受媒体采访。他这一行为会将所有回归者置于风口浪尖，背后神秘的少校可能会再次将他们抓走做实验。凯拉兄妹俩想在大胡子上镜前阻止他，不停地对他进行劝说，但大胡子毫不理会。他很享受现在的网红身份，可就在下一秒出现了开头的一幕，他口中不停喷出大量的水，哗哗的一顿狂吐后倒地身亡，这也惊呆了在场的众人。经过检查，他是溺水而亡。本哥此时也得出一个惊人的时间点，大胡子在水里泡了82小时8分钟，复活后刚好过了82小时8分钟，死亡时间等于复活时间，这绝不是巧合。他们的828航班消失了5年半，那么5年半后将再次面临死亡。而此时一旁的卡尔手中正拿着涂鸦好的画，上面是凯拉、本哥、卡尔3人的墓碑，死亡时间是2024年6月2号，意味着5年后他们都将面临死亡。没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归来者的脑中时常会出现召唤，有人因为这些召唤发疯或失去生命，也有人试着去理解召唤并遵循完成它。凯拉兄妹俩就是这样，他们认为这些召唤可以拯救别人。这天，凯拉回到住处时察觉异常，当他打开房门，发现小杰在与另一人争执，随着一声枪响，凯拉中枪受伤倒地，意识逐渐模糊的凯拉却让误伤他的男子快逃。男子犹豫片刻后逃走，随后小杰把凯拉紧急送往了医院。逃走的男子叫阿泽。原来在几天前，凯拉收到了召唤，一个男人在冰天雪地里濒临死亡，他一时不明白召唤的意思。这时侄子卡尔留下一幅画后莫名离家出走。本哥根据画上的内容找到了地址，卡尔居然就坐在这小破屋里。他说收到召唤才会来这里等。随后一个全身冻僵的男人闯进，他就是阿泽。众人升起炉火给他取暖。凯拉发现他的外套后，明白他就是自己召唤。与醒来后的阿泽交谈得知，他在2017年登山时发生雪崩，被埋在一个山洞里。而当他醒来后来到这里时，竟然已是18年。难道他被冰雪冻死1年后又复活了吗？随后两人来到山洞寻找线索，这时两人脑中同时出现幻境，他们同时出现在一片星空下。接着两人又在一块石壁上发现一幅画，此情此景不正是预示着他俩？莫非召唤是让他们俩在一起？随后凯拉将无家可归的阿泽带回住处，阿泽暂时在他家住下，可两人的亲密惹得小杰嫉妒，他派人暗中跟踪阿泽。这天，他发现阿泽与人在做神秘交易。小杰调查阿泽的过往后，发现他有吸糖史，于是尾随小杰来到凯拉家搜寻糖。他担心凯拉会受到阿泽的牵连。经过一番搜寻后，并没有发现糖。在小杰的嘲讽下，两人发生争执打斗，没成想争夺中却误伤了进门的凯拉。幸好及时抢救凯拉，没有生命危险。与此同时，本哥发现家门口停着一辆陌生车辆，当他上前查看时，却被铐头带走。等他摘掉头套，看到眼前人时，却不可置信。You're not the only one who can come back from the dead.
Dean! Grab my hand! Dean, please! Come on! Come on! Grab me! Take 这个场景又是凯拉脑中的召唤。原来误伤凯拉的阿泽逃走后，内心非常煎熬，他不能一直这么躲避下去。于是阿泽直接现身自首，就连在审判中，他也没有请律师辩解，一口承认了对自己的指控。尽管凯拉强调这是意外，可阿泽还是免不了牢狱之灾。一进监狱，他就被控制起来当小白鼠营救。看来他的复活归来也惊动了少校。监狱果然是个黑暗的地方。与此同时，凯拉又收到召唤，他和卡尔回到了出事的828航班上，可并没乘坐航班的阿泽却也出现在这里。凯拉瞬间意识到阿泽有危险，于是利用质变前来探望。他告诉阿泽会想办法救他出去，并给了他一个电话，前提是阿泽要主动找律师。后悔来监狱的阿泽通过律师的申辩与当事人凯拉的作证，成功从监狱释放出来。与此同时，本哥见到眼前死于爆炸的光头，原来当初光头察觉有高层谋害他，于是他干脆将计就计，让对方认为自己在爆炸中死亡，以便暗中调查背后的少校。通过调查资金账目，他发现少校新订了一台 DNA 定序仪器。本哥一听就明白这是医生小薇的研究，而且颇有进展。但小薇的秘密研究为何让少校发现了呢？询问小薇后才明白，他因召唤遭受了心理创伤，正在进行心理疏导，而他所有研究只与女心理医生提过。难道女心理医生就是少校？光头调出政府所有女少校让小薇辨认，果不其然，小薇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有着30年的黑色行动经验，是个心理战专家。看来他们得好好想想如何反击了。Now they turn the tables. 本哥自航班事件归来不久后，妻子小翠就怀有了身孕。本哥消失的5年半里，小翠找了个男友，而肚子里的孩子现在不确定是谁的。于是两人来到医院鉴定，可刚准备抽血时，小翠脑中就出现自己的声音。Stop! 一脸懵的小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哥一听却激动不已。正常的小翠突然能收到召唤，合理的解释就是通过怀孕基因转，这说明肚子里就是自己的孩子。可没过多久，小翠又收到了召唤。这是他第2次收到召唤，他知道每次出现召唤就会有危险降临。为了弄清楚召唤的意思，小翠带来儿子称要报名艾丽的少年足球队，以便能与他更深入的交流。可艾丽却非常冷淡的说报名已截止，随后行色匆匆的走了。就在这时，小翠在不远处又看到了那个恶魔，看来艾丽恐怕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次日，小翠再次找到他，询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可对方的言语却十分恶劣，甚至诅咒起了小翠。 The freak 828 boy. I know who your son is. I watch the news. Stay away from my family. Your son is an abomination. 小翠追上去与他理论，可他的话却更加歹毒。 I hope you lose that baby. 好心被当驴肝肺，小翠只好就此作罢。其实自从828航班回归后，有人认为他们这些回归者是不祥的人，会给身边的人带去灾难。一些激进分子组成反对帮派，专门针对828航班上的乘客。反对派的老大正是艾丽的丈夫眼镜，眼镜是一所高校的领导，而他所在的学校建筑上正是小翠看到的怪物。幸运的是，这种并不是什么恶魔，而是一种名为石像鬼的守护神。冥冥之中，仿佛一切自有联系。前几天的一家酒吧爆炸案，死亡6人，全都是828航班的相关人员。或许这也与反对派脱不了干系。而另一边，自从凯拉为了阿泽翻供后，小杰就性情大变，整日泡在酒吧，与一些二流子鬼混在一起。因为阿泽的案子就是他负责的，小杰无法理解凯拉翻供的做法。And then she threw me under the bus in open court to protect some drug addict she barely knows. We destroyed everything. 甚至将他追捕反对派的信息透露给了眼镜，直接导致凯拉的抓捕行动扑了个空。此时的凯拉才意识到警局有内奸，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小杰。而另一边，小薇对基因序列的研究被少校发现后，就加快了进程。他在家用小白鼠秘密的做临床研究，很快他就会知道如何消除或复制召唤。可这一天，当小薇回家时，却发现所有试验样本和数据被洗劫一空。看来少校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小薇不甘心就此放弃，他竟然直接在自己身上做起了人体试验。828航班神秘消失的真相，只有这个小男孩卡尔亲眼见证。这天，卡尔突然从梦中惊醒，随后就在拼命的搭建着什么。在父亲本的帮助下，他终于搭建好了。接着，卡尔大喊了一声 That's all connected! 几人同时出现在一艘16世纪的船上。此时，天空雷鸣闪电，狂风暴雨。随着一阵轰鸣声传来，抬头望去，竟然看到自己乘坐的828航班。21世纪的飞机为什么出现在16世纪？难道他们的航班真的穿越了时空，导致消失了5年？几人不明白这到底预示着什么，但一个古老的传说给了他们预警。传说一个探险船在海上消失了10年，随后又奇迹般的回归。接着船员们突然能接受上天的旨意，也就是本哥几人口中的召唤。
然而每个召唤都会导致灾难发生，船员们恐惧的想要摆脱召唤的控制，但所有逆行者都死于非命。其中一个人脸酷似医生小薇，本哥突然意识到小薇可能有危险，因为他一直在尝试消除召唤，于是他急忙来到小薇的实验室。凯拉也闻讯赶来，亮出警察身份后，保安打开了实验室的门，却发现小薇躺在了地上，这已经是第2次了。幸好每次及时被人发现，再这样下去他会有生命危险。本哥留下照看小薇，凯拉则急匆匆的走了，因为他通过在酒吧安装的监听器调查到警局的内奸就是小杰。凯拉要去找他问个明白。在证据面前，小杰终于不再隐藏了，原来他接近反对派是做卧底，目的就是拿到证据一举将他们摧毁。上次凯拉的行动目标都是虾兵虾将，小杰就将行动透露给他们以获取信任。凯拉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接下来他们不得不提前行动。阿泽居然被二流子几个人抓住了，小杰忽悠着二流子，这是要喊眼镜来处理。 Someone's gonna finally realize how valuable you are. Okay. 眼镜夫妇很快就赶来了，二流子急忙上前邀功，可却被眼镜臭骂了一顿。 This is not the plan. 现在要放了阿泽的话，眼镜担心他会报警，眼镜迫不得已下令把他干掉，随后想从后门逃走，殊不知凯拉早已在这边等他，接着冲进里屋救出了阿泽。这下有充分的证据可以给他们定罪。时间一晃，几个月过去，怀孕的小翠成功诞下一名女婴。既然召唤会基因遗传，不知本哥的5年死期会不会遗传给孩子？而被冻死1年回归的阿泽已接近死期时间，他感觉到身体越来越寒冷，全身像是结冰了一样，多处被冻伤。在他的轻抚下，身上大块的掉落冰块。他是被冰雪冻死1年后又复活的阿泽，复活的时间也只有1年。期限一到，他将会再次面临被冻死。复活的阿泽遇到善良的凯拉后，他就深深的爱上了她。凯拉的美丽、善良都深深的吸引着他，而凯拉并不在意阿泽不堪的过往，看见他能痛改前非也很欣慰，两人的感情急剧升温。虽然明知阿泽时日不多，凯拉还是答应了阿泽的求婚。他们只想在最后时间留下美好的记忆。阿泽的情况虽求助过医生小薇，但根本查不出原因。医生小薇经过前2次的亲自试验后，虽已消除了召唤，但他的精神状态很差。 Where's my journal? Where's my journal? Where's my journal? 阿泽本来也准备让小薇给他进行试验，消除了召唤或许就可以打破死期，但看着小薇现在的精神状态，他还是放弃了。可没多久，小薇就被吊销了医生执照，工作也丢了。急于求成的小薇竟直接找到了少校，他身上带着少校的过敏源，毫不知情的少校很快就出现。小薇用此威胁他讲出如何消除死亡日期。 Are you having trouble breathing? It's early stage anaphylaxis. You have 90 seconds to tell me how to save you, or it will be too late to save yourself. 可少校死鸭子嘴硬就是不说，两人一番争执下，却把救命药水摔破。没过几秒，少校就一命呜呼。小编我都没想到，铺垫了2季的神秘少校，竟然就这样领了盒饭。随后，小薇惊恐的逃走了。而另一边，小凯尔眼中时常看见3个黑影，这让他感到非常恐惧。他不知道这与姑姑凯拉的一次抓捕行动有关。这天，凯拉调查到一个地下制造白面的组织，就在抓捕时，凯拉居然收到召唤。 Let him go. Let him go. 嫌疑人仿佛能看穿他一样。 You know, bring down on you a holy vengeance like that. 不过凯拉这次并没有遵循召唤，他明白这些有罪之人不可饶恕，可这也导致更大的危机降临。虽然明知阿泽只剩2天的时间，凯拉与阿泽还是举办了婚礼，也迎来每个亲朋好友的祝福。大家开心并忧伤的在屋内举行派对，而此时在屋外放烟花的卡尔身后正走来3个黑影。没多久，凯拉就接到了电话。 Hello. Shoot that kid up. 原来这3个嫌疑犯在转往监狱的途中逃脱了控制，穷凶极恶的他们第一时间就要报复凯拉，要求凯拉把收缴的白面来赎人。凯拉为了侄子安全，只好照做，带着白面前往交易地点。可另一边，歹徒发现卡尔竟然挣脱束缚逃跑了，3名歹徒连忙追上去，卡尔慌不择路跑到了一处冰面上，身后歹徒越来越近。此时远处的阿泽发现了卡尔，可卡尔已被歹徒控制住，凯拉兄妹俩也随后赶到了。 几人不敢轻举妄动，可就在这时，天空落下一道惊雷，接着冰面出现裂缝。旁边的阿泽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没多久，卡尔被成功救起。可当拉起阿泽后，发现他已失去了知觉。原来这一幕他近日时常看到，召唤中他躺在冰天雪地里，将要冻死。随后卡尔出现在他眼前，他能在死期来临前救出卡尔，也算是完成了召唤。凯拉虽早知道会有这一天，可他还是止不住的悲伤。 就在这时，一阵金光亮起，不一会，阿泽就从冰洞中活了过来，他的冻疮也消失不见。难道最后他完成了召唤，才打破了死期？次日，潜水员在冰洞下搜寻了几个小时，一直没发现3个歹徒的尸体，他们仿佛凭空消失了。没过多久，本哥又一次收到召唤，828航班飞机在海面上爆炸坠毁。
而在古巴海面的一艘渔船上，渔民刚打捞起一架飞机的尾翼，这正是828航班的尾翼残骸。为了弄清缘由，本哥来到古巴打探。根据卡尔的手笔画，本哥找到了打捞飞机尾翼的渔船，可刚上船，本哥就一阵头晕。接着，本哥就收到凯拉和卡尔的信息，他们也收到了同样的召唤。召唤里，他们几人全身发光，掩着耳朵，似乎异常痛苦。随后，本哥找到了船老大，用重金买下他们打捞的飞机尾翼残骸。可当他看见眼前的尾翼时，还是给惊呆了。这确实是他乘坐的828航班尾翼。就在他上前触碰尾翼残骸的瞬间，又看到了他们痛苦挣扎的画面，随后被弹飞10米远昏死过去。醒来的本哥感到事情不简单，喊来光头一起把残骸弄回去好好研究。自从小薇失手杀掉少校后，惊恐不已的他只好求助于光头。光头利用关系将尸体秘密的处理了，并让小薇隐瞒此事。随着背后少校的威胁解除，光头也重新回到国安局局长的位置，并接手继续调查828航班事件的秘密。而另一边，阿泽自从打破了1年死期后就恢复了正常，此时正与凯拉开心的度着蜜月之日。这时凯拉又收到了召唤。凯拉感觉他也是828航班乘客，仿佛是遇到了危险，于是让卡尔在本哥的乘客关系表上寻找，果然找到了外形相似的丽娜，恰好他家地址就在凯拉旅游的城市。于是凯拉两人火速来到他家，可当与他父母谈起丽娜时，父母不耐烦地说丽娜整天疑神疑鬼，已经离家出走几个月了。而就在这时，凯拉再次收到召唤。尽管一闪而过，凯拉还是看清了丽娜被关在小黑屋，正准备做傻事。凯拉借口要上卫生间，趁机在房子里面一番查探，终于在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发现了准备自杀的丽娜。原来丽娜受到召唤的困扰，一直被父母视为神经病，所以才将她关了起来。随后，凯拉将她带到本哥的住处，在这里她将会很安全。可没多久，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3个月前与卡尔一起掉入冰湖的3名歹徒，当时怎么也找不到他们的尸体，而这时他们却浮出了水面。他们正是84天前掉入湖里却找不到尸体的歹徒。此刻他们的复活归来将带来更大的危机。没多久，凯拉就收到了消息。凯拉顿感不妙，急忙通知本哥。Ben, he's coming back right away when you get this. The 3 guys who kidnapped Kimmel, they're alive again. 收到消息的本哥担心卡尔会遭到歹徒的复仇，于是妻子小翠带着卡尔去乡下弟弟家躲避。根据死亡时间等于复活时间理论，只要能躲过歹徒的死期84天，那就安全了。随后，凯拉来到湖边搜寻歹徒的行踪，很快发现一对夫妇被他们袭击，并抢走了2人的露营车。凯拉沿路追踪，果然发现了歹徒的车辆。可这时对方也发现了凯拉，穷凶极恶的歹徒竟直接扔出一罐煤气瓶，凯拉的车辆躲避不及迎头撞上。幸好他们并没什么大碍，而逃走的3名歹徒此时也发生了分歧。小月觉得他们死而复生是一个重生的机会，现在不应该与之前一样为非作歹。Man, I don't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beating people up and firebombing the cops. I don't give a rat's ass about any of those people. Hey, maybe that's why we came back. To do things different. 可大黄对小月的话却置之不理，径直来到一家冰淇淋店准备弄点 money。小月再次劝说大黄，可他毫不理会。卷毛也跟上了大黄的脚步，但他们的停留已被警察发现。收到消息的凯拉连忙加速赶往地点。就在大黄已得手准备逃跑时，突然3人脑中传来一阵陌生的声音。小月痛苦弯腰时，发现地上的一张照片。看着照片，他陷入了一阵沉思。此时警声响起，大黄急忙喊小月上车快逃。Girl, I think I'm supposed to go to her. 小月并没有跟着大黄2人逃命，只是呆呆地盯着手中的照片。很快，凯拉便赶到了这里，并顺利逮捕了小月。面对凯拉的询问，小月只是看着照片不语。这时，凯拉的侄女与丽娜来到这里。原来几分钟前，丽娜在这掉落了一张照片。看着丽娜要拿走照片，小月却急了。No, wait, please. That photo belongs to me. No, it's mine. I dropped it. How could you have a picture of me?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Right there, I was 10 years old. And that boy staring at the girl with the slushie? Staring at you? That's me. 原来早在10年前，2人就同框过。当年可爱的小男孩今日却成了逃犯，所幸小月良心未泯，还有的救。而另一边，本哥刚准备睡觉时，却发现自己的左手像灯泡一样亮得刺眼。他意识到也许与之前触摸尾翼残骸有关，于是本哥来到光头的研究室，再次触摸尾翼残骸时，却没任何反应，而他手掌的光却不时亮起，这仿佛是在指引着他。根据指引，他在地下的一个房间发现了研究室的秘密。这是18个月前死于枪杀的小丽，当时她的尸体离奇失踪了，没想到会在这里。看来光头对他有所隐瞒。
就在刚刚，警察追踪到歹徒的车辆，可他们早就逃之夭夭。但这个歹徒也太疯狂了，竟然将凯拉一家的照片贴在墙上，用小刀将他们的眼睛全抠掉，甚至在墙上画下各种诅咒的图案。这下凯拉真的被吓到了，他急忙找到本哥商议对策。Okay, he's got 1 day left. All right, you just need to hide out and you'll be safe. 凯拉觉得要解决危机，还是要尽快找到歹徒，于是想从同伙小月这里得到一些线索，但从他口中没问出任何有用的信息。Okay, Pete, I'm gonna need you to focus. I need your help finding Jace and Corey. Where are I'll be they? back to my cell. 于是凯拉找来女孩丽娜帮忙。小月对她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而丽娜也是如此，但她也没能从小月口中问出什么，只知道他们3人会同时收到一样的召唤。召唤中一个时钟在倒计时，仿佛预示着他们的死期降临。另一边的卷毛这时已经出现死期反应。这时小月突然想起高中时的足球场有过一模一样的时钟，她当时在球队踢球却遭到教练开除。凯拉觉得小月真心悔过，想帮她完成召唤，于是来到球场找到教练了解情况。教练说他们3人表面踢球，实则是在倒卖白面，甚至还害死了1名球员，所以才将他们赶出了球队。凯拉对教练的话深信不疑，回到警局询问小月他害死球员的事。此时一旁的阿泽像是感受到什么，原来自从他打破死期消除召唤后，就获得了一种特殊能力，能够感知他人的情绪与心理。阿泽在小月身上感受到害怕的情绪。 Who are you so scared of? Who are you protecting? Is it Jace? This calling's giving you a chance to choose a different path in life. Take it and you might survive, Pete. 此刻小月再也绷不住说出了实情。 I never wanted to do drugs, but I had to if I wanted to stay on the team. Coach Hannity, he made us. 原来他们走上的这条不归路，竟是教练威胁强迫的。看来凯拉需要再次拜访这个教练。而此时的大黄和卷毛已出现在教练的家门口。大黄想要找教练讨回公道，同伴卷毛想要劝说他，可依然没能拦住大黄复仇的心。等凯拉赶到时，只看到腿部中枪倒地的卷毛，而大黄不见了踪影。一旁的教练还在狡辩着，但在卷毛的提醒下，凯拉在通风口发现了大量的白面。这下人赃并获，害人不浅的教练也将得到法律的制裁。另一边，本哥发现了被冰冻的小丽后，向光头局长追问原因。光头此时也全盘托出，小丽虽然死于头部中枪而亡，但经过尸检发现她的伤势与飞机爆炸里受伤的人相吻合，并且在她的人体组织里发现了古巴海域特有的海藻，同时在飞机尾翼残骸上也发现了该海藻。本哥彻底愣住了。 We died on that plane. We were resurrected. 接着光头又给他看了一段视频，视频中飞机的尾翼残骸竟然凭空消失了，但更诡异的是却是监控上的时间点。这个时间正是大黄3人掉入冰湖，阿泽打破死期的那一天，也是小薇失手杀掉少校的那一天。这一切仿佛用科学无法解释。谁能想到一个受到诅咒审判的人死去后，竟然想要带走他的同伴兄弟？难道是他们结拜的誓言应验了吗？就在不久前，3名歹徒复活归来就受到死期的诅咒，他们只能存活84天。想要打破死期，就要遵循召唤的旨意去完成它。逃亡中，小月与卷毛接连被抓获，并且俩人也诚心悔过。可时间一天天过去，眼看来到了第83天，而凯拉还没抓到在逃的大黄，卷毛也表示不知道他在哪里。一天不逮捕大黄，就会危害更多无辜人。就在这时，卷毛与小月同时收到了召唤。大黄在一片漆黑的森林里想杀害凯拉，而这个地方正是他们复活的湖边森林。得知消息的凯拉与阿泽急忙赶去，两人在月黑风高的森林里寻找大黄踪迹，却不知危险已经向他们逼近。凯拉一个转头的功夫，身后的阿泽就不见了踪影。画面一转，阿泽已被敲晕倒地。没见到阿泽的凯拉只能壮起胆继续搜寻。眼看天已微亮，凯拉还没找到人。这时大黄从身后冲来，一脚将凯拉踹翻倒地，正要举枪击杀凯拉时，仿佛卡尔的言行能传到大黄耳中。凯拉趁他愣神之际爬起反击，凭借着警察身手，大黄被揍得无力招架。奈何大黄不讲武德，一把扯住凯拉头发，将他甩入了悬崖。随后大黄通过凯拉的警车得知卡尔的藏身之地，径直开车找卡尔去了。而另一边的小月又感应到召唤，要想拯救自己，小月必须去完成召唤。于是本哥给他申请了通行证，由特工带着他来到卡尔的藏身地。本哥下车喊出藏在地窖的小翠姐。这时枪声响起，一旁的特工直接倒地。本哥连忙找掩体，原来是守在屋顶的大黄。本哥示意卡尔几人赶快撤回地窖。密集的枪声终于停止了。眼看大黄朝着卡尔的方向追去，本哥掏出特工的手枪起身跟上。小月为了阻止大黄也跟了过去。树林中，舅舅为了保护姐姐与外甥，赶去仓库拿枪，可门还没打开就被大黄抓个现成。舅舅宁死不肯说出外甥在哪，最终倒在地上血流不止。这时小月赶来想要拦住大黄，两人缠斗扭打在一起，但奈何小月双手被扣着，大黄将小月打翻在地后，径直走向地窖。地窖内，卡尔正在唱歌哄妹妹，突然听见一阵脚步声，看见来人竟是卷毛。If I can find you,
when you do that, right? He can find. 随后，小翠看见被害的弟弟，愤怒的他直接拿起猎枪去找大黄，很快就被他找到机会，直接打出一枪示威民警。大黄不敢轻举妄动，众人听到枪声连忙赶了过去。凯拉三人竟然也来了，原来他掉落的悬崖并不高，所以没什么事。三人汇合后直接来到了这里，而就在这时，大黄的死期时间已经来临。只见浑浊的湖水从他口中喷出，大家都不敢靠近，一直持续99秒后，大黄身疾而亡。而小月与卷毛并没有事，众人认为是他们遵从了召唤，所以才逃过了死期。就在大家庆幸之余，一股黑烟从大黄尸体飘起，随后分成2股，分别向小月和卷毛袭去。一阵黑烟侵蚀之后，小月与卷毛也倒地而亡。众人看着眼前的一切惊呆了，本哥这才意识到之前的想法是错的。难道一起回归就要一起被审判吗？女人拉起窗帘，看见不远处的天空异常，那片区域浓烟滚滚，在翻腾倒海。What the hell is that? What the hell is what? 而同事看到的却是万里无云，不明所以的凯拉想近距离看看，发现还有别人看见浓烟也朝他走去。原来他们都是828航班的乘客，但浓烟为什么只出现在这一块上空呢？不一会，本哥从里面出来，但他没察觉到人群与头顶的异样。疑惑的凯拉回来询问本哥，原来三兄弟的事让本哥对自我救赎失去了信心。Because suddenly now I have very little faith in us saving ourselves. 他们191名乘客的命运像绑在了一起，一旦有人没完成召唤，死期来临时，所有人都会受到审判。小月三兄弟就是很好的例子，要让所有乘客都遵循召唤去完成它。本哥觉得这是很难实现的事，于是他还是寄希望于科学上，甘愿做起了小白鼠，盼望能从中得到答案。浓烟下面正是828航班事件的研究基地，根据对飞机尾翼和所有回归者以及小月三兄弟的尸体研究，发现每个表面都藏有一些化学元素，这些元素合成在一起，它们就晶体化变成蓝宝石。究竟是不是蓝宝石引发828的失踪和回归，还需要继续的研究和测试。同时，他们也在研究一块掩埋了6000年的浮木，直到7年前的一场地震将它带至地表。这场地震正好发生在828消失的当天，而浮木上面也同样有蓝宝石化合物。小薇认为浮木很有可能是一艘运输动物和蓝宝石的船，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著名事件。 Said anything about it being near a dormant volcano, and there's only one dormant volcano in that region, Mount Ararat.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to you? Mount Ararat is believed to be the final resting place of Noah's Ark. 如此重大的发现，光头将小薇提拔为国安局特工，并要求其对此工作与研究进行保密。小薇只能答应，而他与本哥的联盟也随之破裂。828机长说过，飞机消失时遭遇过黑色闪电，于是小薇模拟黑闪电对浮木进行试验。另一边，在聚餐的凯拉突然看见镜中的自己流着血，并且头顶一股浓烟。凯拉急忙联系本哥，而本哥这边也发现异常，满墙的乘客照片，唯独小薇的照片湿漉漉。本哥想起和小薇有1周没联系，此时他的电话却无法接通。凯拉感觉小薇或许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小薇正在加大模拟的黑闪电数值，继续在对浮木做着试验，但还是没发生任何效果。而同事却发现小薇身上的血迹。小薇把防护帽摘下时，却吓坏了同事。医生对她的血泪毫无办法。此时凯拉赶来，看着小薇正是自己召唤里的模样，而小薇因为消除了召唤无法收到，或许是她做的某一件事让她受到了惩罚。看来小薇对他们隐瞒了什么。此时本哥看见一个流血泪的狮子，根据中国的佛教神话，石狮子流血泪。本哥明白这是一个关于谎言的故事，于是凯拉焦急的想要小薇说出谎言。 It's about a lie. What are you hiding? I'm sorry. I'm sorry. Zombie, you don't have to die. You can save yourself right now. I'm not afraid to die. And save the rest of us, please. 在凯拉的恳求下，小薇终于道出了自己误杀少校的事。她也因隐瞒此事才受到惩罚。就在这一刻，奇迹出现了，她的血泪瞬间消失，身体也恢复了正常。 I just confessed to murder. You're a cop.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No, you have to. I don't. You do to save the land. Zombie, no. Oh, come on. We both took an oath. I betrayed mine. Don't betray yours. All right, well, you're in no condition to go anywhere, let alone a jail, so why don't you get better and then we can talk. 恢复的小薇立马投入到工作中，通过慢放实验视频，发现她之前的试验并不是没有效果。在黑闪电的刺激下，浮木消失了37毫秒后又回来了，这或许就是828航班的未解之谜。
于是小薇继续加大数值对浮木进行试验，可这次却导致了更大的灾难降临。卡尔发现水晶球里的火山居然喷发了出来，丽娜看见宝宝突然哭了，就要起身去扶，下一秒，她刚坐的地方电扇就掉下来了。要不是宝宝的哭声，他就会被砸中。随后，城市建筑上的玻璃瞬间碎裂，房间里的东西全部在晃动。幸好10几秒后恢复了正常。心有余悸的丽娜惊奇地看着小宝宝，丽娜从此认为小宝宝就是她的守护天使，也直接导致后面她因此而魔化。这个我们等下再说。而小薇那边的试验被迫终止，他们才发现几次试验都同步发生了地震，只是前几次的微震无法察觉，只有精密的仪器检测到之前的震央是在研究室正下方，而这次强烈的震央却是在100里之外的地方。那里的大地出现了像火山附近一样的裂缝，而这个城市根本就没有火山。小薇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于是和光头申请停止测试。Yesterday's epicenter was here, right under Eureka. Today's epicenter, look where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Zeke Cave, the Methods Lake, the river that James Griffith came out of. Today's earthquake was in the center of all of these miracles. In fact, dead center. We're being sent a message to stop. 可光头却说这个阶段不能停止。 Sunday, the people I answer to have already been told we are on the brink of something huge. If we stop now, they'll just replace me. Find someone else to do my job. But to me, this is more than just a job. We are closer than we've ever been to figuring out what happened to 828. Can you really stop now because of two possibly unrelated events? Because I can't. So I'm sorry, the answer is no. 无奈的小薇只能继续试验，不过这次她的眼神里却有着一丝不同。试验一开始就发现了炸裂，光头急忙跑了过来，小薇被送进了医疗室。 My God. Gather every speck of this. We have to salvage what we can. 受伤的小薇和助手一起走出了研究室，在车上，他拿出了实验室的浮木。原来他来了一招偷梁换柱。小薇带着浮木直接来到岩浆裂缝处，浮木是在火山发现的。小薇明白火山是要拿回属于他的东西，不然将会带来更大的灾难。犹豫片刻后，小薇还是将浮木扔了进去。没多久，岩浆就瞬间消失不光。 卡尔的水晶球火山也恢复了正常，而丽娜想再次求证小宝宝就是她的守护天使，却做出了更加疯狂的事。她拿着蜡烛火焰燃烧自己的手掌，想要看看宝宝如何救她，直到烧出一股烤肉味，滚落的蜡烛瞬间点燃窗帘。丽娜不仅毫不慌张，嘴里反而念叨着什么 Behold, an angel will guard you. Behold, an angel will guard you. 就在这时，楼下的阿泽感应到什么。 Eden, she's scared. 等小翠赶到楼上时，房间已经弥漫着浓烟。她急忙抱走了自己的女儿。阿泽拿来灭火器扑救。丽娜跟在小翠后面拼命地解释着 No, I just needed her to prove it. It's okay. But now you see, don't you? See what? That she's my guardian angel. She sent you a message to come up there. You did this on purpose? 小翠不敢相信丽娜竟然故意这么做，她不会让女儿遭受任何可怕的威胁，于是就要将丽娜赶出家门。此时卡尔却向妈妈求情 Angelina is supposed to stay with us. A calling told me that before I even met her. We're supposed to help her. And we did. 尽管如此，小翠还是坚定的要赶走丽娜。可令人没想到的是，随后卡尔竟然将丽娜偷偷的藏在自己房间，这也导致后面更大的危机降临。与此同时，本哥为了召唤的是每天焦头烂额，对自我救赎失去信心后，他的心态也因此发生变化。这一天，他在帮另一名乘客完成召唤时，却因为救人心切太过于冲动，将别人捆绑起来后，又激动的将他推翻倒地，致使对方受伤昏迷过去。而这也成功让本哥领到了牢饭。恰逢此时，政府机构对828乘客的不友好政策，许多828乘客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本哥这一出也将828所有乘客推上了风口浪尖。小翠抵押房子后，交了50个 W 的保释金，才将本哥赎了出来。此时他们又收到了召唤，好像每个人都在接受火之审判，而唯独卡尔对召唤是最强烈的一个。他的身上也因召唤红了一大片，就像真的被火灼烧了一样。卡尔画下一幅画后，和丽娜离开了家里。而另一边，小薇处理了浮木后回到研究室，发现光头他们在对尾翼做黑闪电试验。一个小小的浮木都带来可怕的灾难，更何况这么大的尾翼残骸。小薇想劝阻光头停止测试，可光头已经发现小薇拿走了浮木。得知浮木被毁后，光头借此开除了小薇。他现在能做的也是微乎其微。于是小薇直接来到警局。 I'm ready to confess. I'm not going to turn my back on that, but I need you to promise me one thing. What's that? That you're going to stop Vance from continuing testing Telford. 他要为误杀少校赎罪。就在此时，凯拉却被上司叫进了办公室。由于近期政府对828航班乘客的偏见，上司通知他暂时转为文职工作。 A passenger has just been executed. More are being brought in every single day. My own brother is being targeted, and now my value to this force is being erased. 凯拉无法忍受这种偏见，直接向上司提出了辞职。随后，凯拉将小薇带到了本哥家中。他明白现阶段如果让小薇去认罪，将会受到不公平的审判。小薇与本哥又站在了同一战线。与此同时，半路上与丽娜分开后，卡尔竟直接来到了光头的研究室。